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2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本周单边上涨，开盘5天涨了5天，纳指标普都创出新高，但要特别注意，美股要关注一个点位，越是靠近它，越要落袋为安。特斯拉本周连收2根10日新，本周抄底特斯拉能不能成功？下周一会见到分晓。让苹果依旧表现弱势，如果市场调整，这应该是不错的空头方向。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7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到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通过纳指的浪形以及日内的支撑和压力，我们会讲到下周我们如何去看待目前的指数环境。在本周呢，我们通过30分钟的买点，周一去买入首次的仓位。在周二出现强势的高开高走突破，出现了复阴线的突破买点，而后去进行买进。在周三出现了这根高开低走阴线，我们说要进行一个变盘点的重视，要小心，要去部分的获利兑现。而后在周四出现仿包，而阿哲在盘前提醒，这一天也是仿包的加仓买点。到了周五继续出现了高开高走，但盘中有跳水，出现了一根比较标准的吊颈线，这是本周一周的走势，也是阿哲对于其中提醒的加仓和减仓的点位。而在我们第一部分，阿哲会再次的对此进行一个讲解。而在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阿哲会对此再次的进行讲解，我们下周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观察。那我们对于指数环境明白之后，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个股解析，阿哲依旧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Coin、Circle、博通、AMD、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解析。这个地方的苹果也应该是红色块，阿哲呢标漏了一个，而今天所显示的绿色块为波段看涨，而不是短线看涨，因为在目前短线的急涨之下，很多短线个股已经不具备短线的买点，最多就追涨，而阿哲呢不太喜欢追涨，所以今天所标记的绿色块都不属于短线看涨标的，也不是短线买入的参考。而所对应的红色块呢，则说明短线出现了一些滞涨信号，要小心它的空头走势。在其中，如果你说阿哲如果非要我标记一个绿色块为短线看涨的话，阿哲会选谁呢？阿哲会选到的是 Circle。稍后我们在 Circle 也会讲一下它的日线可能已经调整结束，5浪启动，有机会在下周开始。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刚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阿哲需要对您进行一个温馨的提醒。您会看到阿哲视频当中所涉及的标的方面会比较多，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喜欢观看长视频，或者说您的时间比较有限，无法完整的观看，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播放按钮旁边这一个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而点击时间轴就可以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这都是阿哲去一个一个整理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看到纳指的浪形。目前对于浪形的分析呢，又有一些更新和改变。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目前的这一波单边的上涨，它有可能还处于适浪调整，但是最近周四周五又再次的高开高走的上涨，阿哲打破了那一个观点，目前它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调整浪，它这种上涨一定是一个推动浪。那问题就来了，它是推动浪，阿哲的观点它处于5浪的启动初期，但同时，目前这个5浪有可能也处于3浪5当中。本来对于这个3浪5的观点，阿哲已经是把它放到很低很低的可能性了。而在上期视频，有同学在评论区提醒到，这一波调整的力度好像也不是很大，或者说它的级别好像也不是很够。那么阿哲呢，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3浪5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曾经我们为什么认为这里的3浪5会结束？曾经为什么觉得这一波行情的走势，它属于3浪5，而后已经结束，目前属于大级别的5浪呢？是因为阿哲认为当时这里走的是一个楔形，而如果它走的是一个楔形，在破位之后，它就构成了4浪的调整，而后4浪调整结束再创新高，是不是5浪开始？但假如它前面这里的5浪，它不是走一个楔形，3浪5如果市场走的是一个通道呢？那么目前它依旧还在这个通道的上下沿区间之内的斜率，那么也就是说3浪5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今天的浪形分析当中，阿哲所要讲的就是目前处于一个推动浪，
五浪，那它究竟是属于日线级别的大的五浪，还是属于小级别三浪当中的小五浪？有同学听到这里可能就会有疑惑了，那阿哲，你每期视频的浪形可能都会有所改变，那我怎么会知道后续怎么操作？怎么操作的问题，我们稍后会讲到。因为浪形的修正，随着 K 线的出现，行情的推演，它肯定会有变化的。所以，一般对于波浪理论的使用，它的难度很大。随着市场的推动，行情的走势，你可能会不断的去修正你的判断。曾经，阿哲在学习波浪理论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所讲到的对于波浪理论的学习和使用，有一句话，阿哲认为他这个比喻很贴切。他说呢，波浪理论在股市的运行使用当中，你去发现波浪，去修正波浪，你对于目前波浪的判定是否正确的这个过程，它有点类似于侦探小说当中对于一个案件它的一个不断的推进，收集线索，而后排除一些可能，最后锁定唯一的真相。那么这些案件呢，可能一开始你所认为的是错的，随着你慢慢的推进，而后找到最后的凶手，但它也有可能是这个案件成了悬案，你在当下完全看不出来是谁是凶手，而隔了10年之后，随着技术的深入，随着水平的更多的提升之后，你再去回顾曾经的案件，你就得到真正的答案，找到真凶，而后让案件沉冤得雪。那对于浪形的一个研究也是一样的，所处的这一波浪形当中，可能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浪形，甚至走过之后，你看回之前10年前的一些行情走势，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浪。这也是阿哲为什么之前不讲波浪，而最近才开始讲，因为最近的浪形比较明显，比较好讲，我们好去判断。阿哲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排除一个一个的可能。那么现在呢，这个凶手呢就有2个。那么这2个凶手当中呢，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他处于一个五浪的启动初期，而后比较小的概率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3浪5的过程。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3浪5的这个可能给排除掉呢？其实也不难，我们看一下。如果股价还在走这个3浪的延伸，这个3浪5还没有完成，那你会知道一个特点，这一个3浪的走势当中，它的3浪3是有点短的，它比1浪还要短。那么这也就说明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波浪理论，大概率的3浪不可能是最短的，所以这个4浪到5浪的空间，它不可能比这个3浪的空间要大，它应该在这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测算一个目标，就是从4浪到5浪的这个区间的位移，应该在20338.09之下，它不能够超过这个数值。如果超过了，那么5浪的区间就比3浪要长，这是不太合理的。那么如果超过了这个区间，就说明这波走势是属于3浪5的概率就很低，那么它就目前不应该走的是一个通道，而会很直接的去突破，去往真正的5浪的目标去推进。所以美股的纳指关注哪个点位呢？就关注这个点位。目前在周五的时候是推到了20300出头，而没有去靠到338，所以当前我们还不能够完全去排除掉目前处于3浪5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越靠近这个点位呢，我们越不要去拿你的利润去赌，你越靠近它，你越可以把你手中的一个筹码去获利兑现。你越靠近它，你要去小心市场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的信号。所以昨天呢，阿哲就特别关注了，越靠近20338.09，阿哲在盘中的消息提醒当中就有去写到，他在30分钟出现了龙头引力的滞涨信号，在60分钟有黄 K， 同时60分钟呢也出现了红柱。所以在波浪理论排除3浪5的这个过程当中，结合一些指标出现的滞涨信号，阿哲认为你应该在下周开始之前把部分利润去做一个了结兑现。而当你把目前属于3浪5的可能性排除掉之后，我们再去逐渐的把筹码买回来，或者说呢继续的持股待涨都是可以的。而假如这里是属于3浪5，那么它是越靠近这个点位越容易滞涨或越容易回落调整。周五的时候已经特别的临近，所以周五呢去做一个左侧的减仓获利兑现，阿哲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你要防范它处于3浪5，那如果处于3浪5呢，这里的通道就应该还会延续，它呢就还有一个回落，直到这个3浪5走完，开始进行3浪5之后本级别的4浪调整。那么这个级别调整下就有可能会回撤的比较大，所以越靠近这个点位，越不能够去取消3浪5的嫌疑，你就越要去小心它所存在的左侧的风险。只有在这种风险，在这种嫌疑取消之后呢，我们再去看到5浪的一个目标，再去逐渐的买回筹码，再去加仓买进。
如果您是观看阿哲的视频，有一些观点，你可能在阿哲更新视频在周二、周四、周六的时候才能够去接收到。如果您想要更加及时，比如说在周五的盘前，您就可以得到这个观点和看法的话，您可以去找到助教。那么阿哲每天的盘前呢，都会在 Telegram 的群组当中去更新，您用 Telegram 的群组频道会更加及时的接收到阿哲的某一些观点。上期视频我们有说过，如果目前处于一个大的5浪的运行，那么3浪呢是明显延长的，那么浪1和浪5的位移大多呈现斐波那契比例的关系。假如目前不是3浪5，而是正式的5浪行情，那么我们可以测算出它的 0.382、0.5 和 0.618 1倍、1.618 倍它的一个关系。有同学问到这个点位具体怎么算？阿哲底下呢有一个大体的范围，但它也不是完全精准，因为阿哲偷懒了一下，用工具去简单的测量。我们要测一下这个1浪的空间它的倍数关系，分别呢是20543.3、20916.6、21289.8、22498.3。这4个数字呢，就是对应了 0.382 到1倍的空间。 1.618 一般来讲是不太现实去达到的，这个可能性很低啊。当一到浪5的空间在1倍啊，一般来讲是比较极限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浪型我们整体的观点的更新和怎么去排除掉目前处于3浪5的一个方案。希望以上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小红心，点一个赞。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充裕，有时间为阿哲留下您的宝贵评论的话，希望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的建议，或者说一句评论。而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在有所收获的情况下，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订阅之后会显示已订阅，说明您就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而后再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在周2、周4、周6发布视频，或者说日常有公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所有频道更新的公开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启发，有所帮助。也同时非常感谢老同学的支持和新同学的订阅。那么订阅同学呢，阿哲也会给到一些福利，稍后我们会讲到。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阿哲要讲一下，在下周周一它的支撑和压力位是多少。您通过浪型的判断观点去左侧高抛，您可能不太喜欢，不太适应。你说阿哲，我怕卖飞，我就想要拿到一个相对真正右侧有风险时我再卖掉，那怎么办呢？您可以看到第2小节，我们会通过具体实战当中关注的支撑和压力位，告诉您怎么样才能够更明确的知道风险出现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在图表的左侧有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呢就是阿哲昨天在6月27号美股盘前所发布的盘前解析。您只要是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至少您会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免费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在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会给到指数的观点和个股的一些分析。当然，同样的，阿哲主要也会给到一些关于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他们日内最新的支撑和压力位。像昨天纳指的压力位呢是20279.87，那么昨天的收盘价呢是临近这个点，但收盘没有超过，它就意味着压力有效，而后多头没有那么强了。但因为它的收盘价也没有跌破这个支撑，说明目前还处于多方的优势，只是优势渐减，但是空方还没有完全的冒头。我们一般呢把当天收盘价能突破高点压力的那一天认为是多方强势的，而低点支撑如果能被收盘跌破，就属于空方比较强势的。那你看到右侧的图表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一些颜色显示，而这个颜色就完全取决于当天的支撑和压力位。如果当天的收盘价是跌破了阿哲给到的日内支撑，就说明空方强，它就是红灯。而如果当天是绿灯，就说明阿哲给到的这个压力位被收盘突破了，则转为绿灯，则说明多方比较强势，多头看涨。所以做空的同学，你要主要去寻找红灯比较多的行情。所以想要做空个股和指数的同学，你需要找到有红灯并且红灯持续、绿灯较少的行情。想要做多呢，就反过来寻找绿灯较为持续、较多，而红灯较少、较弱的行情，这是多空之间短线关注的标的，你可以用此去筛选。而图表当中还有一些黄色 K 线和白色 K 线，黄色 K 线代表当前的多方在波段上处于滞涨的环境，容易呢出现调整；白色 K 线说明波段处于超跌超卖的状态，随时容易反弹，容易反转。因
明白这一点后，我们看到最新的行情走势图，你会发现最近的行情出现了2根 K 线都是黄 K， 黄 K 则说明市场出现了波段的高点的风险预警，出现了波段的超买预警。而这种风险呢，如果它持续，那么它其实也可以上涨，但就是越是上涨越是要小心。风险的释放一般是红灯来表示，比如说前期这里是一个黄色 K 线，黄 K 之后第2天出现的是一个红灯，那么就说明风险出现，是不是构成了波段的一个调整？像前期这里也是的，出现了黄 K， 而后接上一根红灯，那么市场容易出现调整。黄 K 出现而后红灯，那么市场呢容易调整。而当白 K 出现时，出现了绿灯，市场呢出现了波段的低点。那么当前我们就要小心了，黄色 K 线产生，市场有波段高点的预警的时候，你要小心这里任何一根红灯的出现。那么周一怎么出现红灯呢？周一只要收盘跌破20184.26，那么就是一根红灯 K 线，红灯加黄 K， 那么这里的高点风险将会提醒回调如期而至。而当市场在下周如果依旧上涨，能突破20400.71，那么说明还是绿灯，或者说只要在这之中就还不是红灯，它就依旧保持上涨，依旧在风险当中在挺进。而假如能够把我们所说325的高点的预测给打掉，那么这里呢，哪怕后续调整，它的空间应该也是不大的。这就是我们在周一时关注的点位，不要去跌破预测低点。只要这里不出现红灯，真正的风险就还没有有效的出现。而对于想要真正能够尽可能持股到结尾到相对高的位置的同学，您可以用红绿灯去跟踪。当然，这个点位呢每天会去更新。只要您是订阅观众，您就可以每天看到阿哲所发布的这个点位更新。那么这里阿哲告诉您如何能够及时的去领取，其实很简单，您只要打开评论区，在评论区呢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的链接，您点击那一个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如果您找到助教之后呢，不要一言不发，您需要告诉他您需要什么，您可以给他发送一个盘前这2个字。或者说您直接给他讲明您的一个想要的内容就可以了。他收到您的盘前的一个文字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订阅粉丝观众，您需要每天的盘前解析，他就会邀请您进入到阿哲专属的粉丝订阅的频道。而在频道当中，阿哲会去发送每天的美股盘前解析，也会呢把一些内部不公开的课程、一些知识点分享到我们的频道当中。只要您是订阅观众，一般呢阿哲会赠送您3重福利。福利1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阿哲所属的这个粉丝订阅的频道群组。福利2呢，就会在群组当中，除了盘前解析之外呢，还有专门的内部直播课程。如果您有时间，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去进行一个知识的增长，去进行技术分析的一个进一步的学习。而在每周的内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也会给到具体的课表，您根据课表时间去安排学习时间即可。而福利3是阿哲会有试讲视频，专门对于小白同学，或者说您在交易上呢还不是很擅长找买点的同学，阿哲录制了试讲的视频。试讲视频呢都不长，大概10几20分钟。如果您把这试讲视频都听了，那么在交易上一些买点您会特别的明确，并且会很简单的买到一些回调的低点。在牛市氛围下，您学会这种买点将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您就不会害怕某些波段看涨的标的无法上车的问题。而接下来你看到的福利2，我们这就是本周的课表。本周呢，在7月1号到7月4号，我们在7月月初会有4节课程在频道当中会去进行。您只要是进入了粉丝订阅频道，那么这4节课程会在香港时间上午10点去提前发布听课链接，您点击之后就可以在频道当中去收听我们的内部不公开的知识讲解课程。同时，我们的交易入门试讲是阿哲讲了一套关于数字5的神奇买点。这试讲课程是阿哲和 Jacky 老师分别去进行录制，第1讲、第2讲是阿哲讲的，第3、第4讲是 Jacky 老师讲的。那么这4讲呢都是视频课程，它跟行情走势没关系，但是你学会之后呢，未来对于每一段行情都有您的处理方案。所以只要您是订阅了阿哲，那么找到助教，您就可以获取这3重福利。您也可以把这一个图片截图，而后找到助教，发给助教，领取属于您的3重福利。感谢您的订阅支持。现在我们准备来到第2部分，
第一讲我们讲到了纳指浪形和日内撑压，那么对于整体环境有了一些评判的方式之外，我们知道指数什么时候可能会走到一个调整，以及什么时候有风险。那么对于个股呢，我们就可以由此研判，如果指数依旧挺进，它没有红灯，依旧呢处于黄 K， 依旧上涨，甚至会把我们所说的20338给打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个股交易就很安全，你就继续的我们去找短线看涨股就行了。但反之，如果在下周出现了如期的风险调整，比如说红灯产生，那么市场真的出现调整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到个股的回调买点？所以对于指数有一个观察之后呢，对于个股您就有了一个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只标的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空间走势图，图中的这根均线是170天均线。为什么最近我们由空转多，开始呢去寻找特斯拉的短线低吸点位？因为对于170天均线目前出现了一次突破而后回落，无效的跌破，再次的走为上行，所以这里阿哲认为它一不小心可能就走出三浪主升行情，而这里是一个临界点，这里要么是三浪主升的起点，要么是一个 ABC 的 B 浪的高点，即将走出 C 浪的下跌，所以这个点位你处于临界，你可以以一个很低很低很少的止损去博弈三浪的启动点，以及你可以在打了止损之后呢，随时转为看空去博弈后续 C 浪的下跌。所以这里呢，对于特斯拉交易多空来讲都特别的合适。只是目前因为170天均线在往上走，特斯拉还没有有效跌破日线的170天均线，所以我们以做多为主。因为观看视频的同学可能有一些新同学，所以阿哲依旧再次明确一点，什么叫跌破170有效？当股价收盘跌破170的第一根 K 线产生的时候，我们开始判定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两根 K 线收盘都在170之下时，把这两根里面偏低的低点作为支撑，只要不跌破这个低点，170就不算有效跌破。像曾经这里呢出现了跌破一根、跌破两根，那么第二根是比较低的，所以跌破反弹再跌破，是不是股价呢就有效跌破170？有效跌破170，170就是压力，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再站回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认为170它重新站回，而你会看到曾经这里跌破一根就回去了，跌破一根就回去了，跌破一根就回去了，这都不是有效跌破170。而你看到现在日线上，在周五又跌破一根，10日新跌破，肯定也不能作为有效。所以只要不是有效跌破170，它都是多方的机会，都是多方去低吸的机会。假如在下周周一又出现一根 K 线在170之下呢，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两根里面找偏低的那一根，如果日线170那根 K 线的低点被击穿，就说明这里走西浪下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你就可以由多转空。而反之，这个点位如果不跌破，而是往上再回归到170，继续的以三浪主升低点来看待，依旧以低吸买入为主。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30分钟，30分钟呢出现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我们在上期视频说过，这里呢是低吸了一下这个特斯拉，所以成本大概是322左右。在昨天盘中，因为指数跳水原因，它也走了一波短线的跳水，但是最后是收复上去了，没有跌破左边的低点，跌破一根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对于以左边低点为止损的同学，你是不用止损，继续关注日线的一个走势。而假如您是以170是否有效跌破来作为止损的话呢，这里其实已经打掉止损，这里是第一，这里是第二根跌破之后，这里是一个风险点。你如果手速较快，那么甚至呢你是止盈离场的；如果慢一点呢，可能就是略微打了止损就走了。不过这里阿哲觉得还没有到止损的地方，因为日线呢是10日新，没有有效跌破170，而30分钟170呢明显是往上拐的。以上就是对于30分钟图表和日线图表我们的一个分析。接下来阿哲也想告诉大家，它的资金和动能上是什么表现。为什么我们说特斯拉处于一个变盘点？这个变盘点技术是阿哲经常喜欢去看的一个 BBD 指标。这个指标出现下穿和上穿时呢，容易构成变盘。一般绿色柱往上穿容易是高点变盘，红色柱往下穿容易是低点变盘。我们看到曾经这一根阳线，当时为什么阿哲说不能追涨，或者说你只能够日内去做，不能够拿过夜，就是因为这一天当时是上穿，上穿后它的高点就容易变盘，而只要这里是压力，那么这里就是风险。那么这个高点变盘往下跌之后，跌到这里它是下穿，下穿的位置就容易是低点变盘。
而怎么去确认它是低点变盘？当股价能够快速收盘突破它的高点时，它就是低点变盘，它也能够构成日线的再次买点、低吸点。反之，如果下周出现的是收盘价把它给跌穿、跌破，那么说明低点变盘无效，这里将容易是一个下跌延续。所以这根 K 线周五为关键的点。下周一旦有方向性 K 线产生，这里就要随时转变多空了。而低点变盘是否有效呢？阿哲认为，对于特斯拉来讲，这个方式看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一下前期这些位置，当股价下跌时出现下穿的 K 线，这一根 K 线是不是下穿？它呢是低点变盘，反弹之后又再次回落。当时这里哪一天是下穿？我们看一下数值啊，这一天是下穿，因为它的昨天 BBD 的数值还是正的，那么第二天呢，它的数值就变成了负的啊，负的114.093，所以这一天是下穿，这一天是下穿。是不是 BBD 在这里和在这里都下穿了，而他们都没有跌破，并且很快突破，所以他们都是低点变盘。像这一波回落呢，没有下穿，但是它特别临近零轴，而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临近低点的位置。这里也出现了下穿，这个下穿的 K 线是这一天，是不是也是回调时的一个低点？然后出现加速上穿呢，出现了高点，它第二天就上穿了。所以下穿和上穿在 BBD 当中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一般多头上涨不是特别的强劲的话，它一上穿就容易是高点了。而下跌如果真的是回调，它不是很强的这种下跌，下穿的时候基本上就临近低点了。所以如果这一根低点 K 线呢被跌穿，就说明下跌力度还是很强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继续的低吸，不能再次的持股，我们应该先止损离场。这是对于特斯拉的一个变盘点的一个解释。而我们看到红绿灯上，目前属于红绿灯后的止跌，它只要是红灯，后续的 K 线都属于空方的范围。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在下周出现一个绿灯 K 线，那么结合变盘低点，那么效果会更好，更加作为加仓点位，那个点就处于右侧的买点，仓位可以放多一点。我们看一下下周周一特斯拉的一个预测值，它的低点支撑是314.64，高点的压力是326.485。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现在我们看到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因为走出了新高，并且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它也是一个上穿 K 线变盘高点，而后它是不是没有滞涨，或者说它没有跌回来，它没有出现压力，而是继续突破。那么英伟达我们就认为它延续上涨，而高点突破，那么说明它的上涨是强势的，没有出现高点变盘。那么连续上涨的话，阿哲上方给到3个压力位，一个是160.65、171.09、178.54。在创出新高之后呢，我们这一个压力目标离得比较近的是160.65，目前是比较靠近。而因为前方的 BBD 上穿 K 线的高点变盘被突破了，所以这一根阳线呢作为一个支撑，这里不管是直接上到160.65，还是说它回调一下。没有去跌穿高点变盘 K 线的低点，而后再次上涨到160.65，我们这里呢都看一个压力，并且后续没有到它之前呢，我们依旧认为这里是可以看涨的，或者说整体震荡之后还有上涨，除非它在这一轮调整当中直接把前面大阳线给跌穿，这个可能性阿哲认为有，但是很低。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分析。在短线上，你会看到动能 K 线目前依旧闪烁的是绿灯。那么你首先要小心的就是它红灯产生的时候，所以对于预测的点位呢，你可以关注，但是实际交易呢，我们可能更多还是看一下这个短线上的多空它的转换。目前关注它的预测值，周一的预测低点是156.503，而高点的压力是159.958。如果它出现周一跌破156.503，那么是不是短线上应该把筹码止盈部分？后续波段的防守位呢，就是这一根前期的上穿 K 线，它呢目前如果后续被跌破，是不是波段来讲它也是很大的风险，右侧呢就特别大的风险了。这是对于英伟达我们可能短线操作上可能更应该关注的点，而不是空间上的预测值。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为什么半导体指数标记的是一个红色块呢？因为它在三阳小顶之后呢，又来了一根10日新的阳线，是不是三阳小顶一直在持续，而后走出阴线，说明上涨动能在减弱，而后还收跌了，所以这里属于三阳小顶的一个右侧卖出信号。当然有同学会说，这个三阳小顶不是要跌破它的低点吗？
并不是。如果它的下影线很长很长，你用它的低点去防守，就有时候可能会来不及。所以因为它是10日星，那么第二天收跌，直接作为右侧的止盈点或者说卖出点。接下来，除非立马反包或直接出现绿灯，那么我们可以说继续的看涨，短线呢重新的接回我们了结的筹码，否则这里看对于前期压力位突破的一个支撑的寻找。但同样的观点就是，这只是一个短线看回落而已，因为170呢已经是有效突破，那么170呢也是慢慢的在往上走，这个时候任何的回调，我们都以寻找机会为主。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我们所看到是半导体指数的日线图表，你会看到它的图表当中呢，这个最近周四的 K 线10日星就是一个黄色 K 线，3小顶加黄 K， 而后周五下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让你去获利了结的一个信号了。我们就没有必要等一个红灯，因为等红灯出现的时候，可能调的就有点多了，有时候要小心这种情况。就类似于这种强势的上涨出现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黄 K 黄 K 出现没有红灯这个没有去跌破它的一个实体或者下沿继续呢可以看涨。好，这个黄 K 出现了第二天冲高回落而后呢出现了这种不太强势的调整。那么当它跌破的时候，你会发现红灯出现了，它就见到低点了。所以有时候如果波段上涨强势，它可能调整就以红灯作为一个下跌的一个停止出现了上涨后下跌一红灯就止跌了。所以特斯拉目前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一红灯可能就止跌了。那么当前这种上涨呢，在红灯出现之前，在下跌强势之前，我们先获利兑现一下，而后等到下次出现可能红灯后的上涨，或者说红灯，我们再看一下是否有低吸点，那样的话是不是会相对更加精细一些？当然，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可能会卖飞。不过从短线来看呢，这个地方调整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而如果你说阿哲我就想等一个红灯那么周一的预测低点它是235.183，预测的高点是240.047，关注这2个点位。而我们看到它底下的上穿 K 线是哪一根 K 线？我们看一下它的数值。当时这一根是下穿，是吧？下穿之后呢没有跌破，所以突破低点变盘。上穿呢是这根 K 线，上穿之后它的高点被突破了3天，那么它呢就作为支撑。股价只要不跌破它这个低点，后续呢再次找低吸点是 OK 的。以上就是关于半导体指数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阿哲要讲到一些短线个股了，而第一只标的我们来到 Coin 的解析。目前所看到是 Coin 的图表，在日线上你会看到它是不是处于连续的黄 K？ 那黄 K 呢没有出现红灯之前呢还好，或者说它还能够上涨呢，就还属于风险中的推进。这里出现了一个阴线。阴线底下是红灯，我们说黄 K 接红灯，那么这里要小心了，它是风险。它在上涨黄色 K 线，而后出现了红灯 K 线，是不是你不一定要全卖掉，但是你已经要开始有获利兑现，要小心风险的意识了。这也是为什么这里标记红色块的原因。我们看一下底下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一般这种连续流进后的流出呢，也作为关键的识别 K 线。它的低点如果再次收盘被跌破，就说明这个调整还会延续。同时结合一下红绿灯的判定，周一的红绿灯低点的支撑它是337.125，高点的压力是362.965，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在下周一直接转为绿灯突破362.965，那么会构成日线上新的一个追涨信号，就是红灯转绿灯的买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ircle 最近呢，阿哲可能看的就比较多一些，特别呢是在财神的频道当中会去看到短线，但是他用日线去把握呢会比较难一点，因为它整体波动很大，所以很多时候阿哲比较建议的是，你可以看30分钟，然后去做5分钟。而最近的走势呢下跌比较强势，所以去做5分钟呢其实也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阿哲呢在最近的频道当中有提醒了2次，一次呢是在这一个附近出现了黄色的聚宝盆的时候。那么这一波反弹还是比较顺畅的，或者说比较合理的，它是反弹到了170日线附近。那么在昨天呢，我们提醒到这个位置是有反弹的，但这个反弹力度呢相对弱一点，刚反弹没多久就出现了这个黄灯 K 线，而后离170还很远，就已经是滞涨了。那么在因为盘中的一些利空消息、关税方面的一个消息面的影响，出现了破位止损。所以在进行日内5分钟的反弹当中呢，要注意有赚就行，有赚呢一旦出现反向就要跑了，有达到止损就一定要止损。
所以这对于赊口来讲就只能日内短线去玩一玩会适合一点。但最近大家要注意了，它在日线上可能产生机会，因为在 BBD 的走势当中，它出现了连续的红柱流出，而目前是不是临近了一个地方，就是 BBD 的零轴，它现在是10.659，也就是说在下周哪怕是略微上涨，或者说它只要是震荡下行，那么在周一呢应该就会有下穿，而哪怕这里不下穿啊，它临近零轴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调整临近低点的时候。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么去看，当股价出现上涨时，我们说这里呢是容易走第一波叫一浪，股价回调出现资金流出，这是二浪调整，而后股价三浪主升，出现资金的连续的流进。那这一波下跌呢，我们说它就有可能是一个四浪的调整，四浪的调整它出现了连续的流出，资金呢比二浪流的比较多。好，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下穿或临近下穿零轴，是不是它容易是一个四浪低点？也就是说，日线级别的赊口其实已经容易产生低点，而如果日线产生临近低点，这里能够出现上涨，那你做5分钟的上涨多头是不是就简单很多啊？成功概率就会大很多，甚至呢，你的防守位或心态比较好的话，你日线买了之后设日线止损，而后以一定的风险去博弈赊口的短线上涨。阿哲觉得在这里去做多，和比之前我们在下跌时做反弹要更加的合适，仓位也可以给的更多一点。所以赊口呢也是少数的。你问阿哲，如果下周指数调整哪个地方哪只股票啊，短线可能这个更加适合做多呢？阿哲能够想到的最近的可能就是赊口是其中一个，因为它的形态、它的走势、指标表现都还不错啊，有这种适浪调整低点的可能性将在下周产生。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下周的周一低点的预测是153.992，高点的压力是202.038，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博通，博通呢目前也是一个黄 K， 黄 K 走势前方这里是上穿，上穿之后呢出现了突破，突破之后就跌落，所以高点变盘依旧有效，突破还不是很有效，因为突破一天就跌回来了嘛。而目前是黄 K， 又收了阴线，开始要减仓了，这里呢要小心，如果出现红灯，立马要撤退要跑了。毕竟博通当时这里的买点主要还是短线买点。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65.63，高点的压力是270.6，关注这两个点位。我们接下来看到第4只标的是 AMD。AMD 呢属于波段看涨标的，波段看涨标的目前出现短线的滞涨信号，或者说波段的高点的预警。这里呢，我们一直在等一个回调的买点，前面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而后这里转绿灯，但是买点构成的时候偏高了，所以阿哲不是很喜欢。这里阿哲更加想等到的就是它还灯后的下跌调整，而这里的买点会产生在哪里呢？您可以去看一下阿哲的交易必学入门试讲当中的方法，那么那一个买点可能会在 AMD 上出现。只要是波段上涨的行情，你确定了波段走出上涨强势，就可以用那个买点。我们在看到周一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个红灯 K 线啊？低点支撑是在142.72，高点的压力是148.84，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阿斯麦已经出现了黄 K 之后的红灯表现，那么这个动作呢就意味着这里应该去卖出了，短线多头要小心风险，除非再次出现绿灯，那么绿灯之前呢就不要随便去买入多头了。怎么样可以看出它会出现绿灯呢？高点的压力在周一它是800.72，低点的支撑是783.68，关注这两个数值，不要随便的在出现黄灯破位之后去买进，黄灯呢它也会作为一个压力在这里产生，所以这里的任何一波没能突破黄 K 的价格，它都属于反弹，不要随便在这里去做多。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苹果，苹果最近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前面这里是一个绿灯，绿灯后呢涨势偏弱，而后这里是一个红灯，红灯呢为一个看空信号，这波反弹在这里就应该结束多头的利润。而我们看到上方 K 线是它的高点依旧还是高点，没有出现突破，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去做空。每次冲高回落都是走弱的表现，这里再加上红灯，所以这里是一个看空的区域，可以去做空，可以去加空。而我们的防守位就是收一根阳线，把前面的高点变盘给突破，而在此之前高点变盘有效，这里看空看跌为主。我们再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00.54，
高点的压力是203.76，关注这两个数值，出现绿灯，出现突破前方高点变盘，则为空方止损。在此之前向下看它的一个再次回落，再次的破底。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目前的 Meta 出现了一根黄色 K 线，黄 K 呢是风险预警，虽然不是必定会下跌的提醒，但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波段的风险区。前期这里也是一个连续的黄 K， 黄 K 产生后有一个红灯，而后就要知道风险在这里产生，所以这里呢是一个黄色 K 线，那么要小心后续出现的红色灯。它的上穿 K 线是谁呢？是这一根。这一根上穿而后被突破，所以这一个股价的走势，我们认为高点目前变盘还不是有效，当然要小心它对此的跌落。如果在出现黄 K 后出现了再次跌落这个变盘高点的区间内，哪怕没有红灯也应该小心。目前还可以拿着，还可以看，但是关注一下预测低点，下周一是729.745，高点的压力是739.31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前期呢因为这一个假阳反包，所以去买进，但是三阳小顶之后呢就应该卖出了，出现了一个日内的冲高回落，长长上影线创高收低，本身就是压力的表现，前方是一个黄 K。我们说黄 K 在突破之前呢，它依旧还是有压力的，所以创高收低，这里小心它可能在走一个震荡行情，那么就容易出现回落。所以要么呢直接出现一个强势突破，我们去看涨啊，它这个缺口目前还没能够去进行一个突破你可以看涨看新高，但在此之前呢，它容易是一个震荡，所以这个位置属于震荡上沿，就要小心风险，这里已经是要止盈离场。上穿 K 线是它的高点也没有被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小心，不要再持有多单，或者说多单开始要获利兑现。看到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376.355，高点的压力390.935，短线关注这两个点位。再往下看，看到谷歌呢是新进的，阿哲认为它能够由短线看多转为波段看多的，因为在消息面上或者说基本面上有点变化。然后前面的蓝色 K 线是超卖的一个信号，比白 K 呢级别低一点点，它属于短线的超卖。突破之后走出了这波上涨。阿哲上期视频说他可以看涨，但是整体呢不作为主要看涨的方向，没想到走得这么强势啊！现在他突破了170第一根，突破170的第一根，突破第二根，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曾经的压力，当时突破无效，走出这波下跌。目前突破第一根，下周周一会是突破第二根，突破第二根的底下将会是一个 BBD 上穿，所以下周一是关键 K 线，那根 K 线我们作为波段看涨的区间。这根 K 线最好能够被突破，这样的话呢，就走波段看涨，170呢容易往上运行，否则小心又是前方这里出现波段看涨后，反而走出了突破失效，而后重新回落下跌的结构。所以这里希望不要再重现之前的走势，这里我们去安静等待波段走好的一个表现。周一的低点支撑175.49，高点的压力181.62，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另外一只走势很亮丽的是亚马逊，昨天呢出现加速上涨，出现了一个黄 K， 而后底下是一个上穿 K 线，前期呢回踩到170，出现了蓝 K 的短线超卖，而后突破反包，这里出现看涨信号。这一波上涨呢，在这里黄 K 出现，前面这里也是黄 K， 所以要小心接下来会不会有红灯，而后它也是一个上穿高点的变盘，那么就要小心高点会不会有压力。前期这一天呢，也是一个上穿高点，但上穿之后它没有去有效跌破它的低点，所以这里呢出现了上涨，还是不错的。亚马逊的图形170已经是出现了波段上行，所以亚马逊也算是波段在走出向上上涨。我们看一下它的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20.02，高点的压力是226.58。如果收盘跌破出现红灯，那么我们知道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个买点在这里产生。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SMCI 出现了一个红灯之后 ，SMCI 出现了一个绿灯之后转红灯的 K 线，这个动作说明是一个看跌看空的信号，而后这一天是上穿之后高点为压力，所以这个地方它属于波段看涨，但短线不属于一个好的买点。不过它已经把左侧的一个关键的2号 K 线给突破了，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它的这个高点已经是被站上。
那么这个红灯的看跌信号，最好不要重新的把这个区间给跌破，只要不是这么走，波段依旧看涨，这里依旧寻找短线回调的买点即可，依旧波段看涨，跟 AMD、谷歌、亚马逊等标的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这些波段看涨的股票呢，短线不一定有买点，但是回落之后只要不走坏，那么我们说波段还是看涨的。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呢出现了一个绿灯，但是是一根黄 K， 前期这里也是有出现了绿灯黄 K， 而后走出了震荡调整，调整力度不强也没有跌破黄 K， 没跌破黄 K 呢，说明这个整体的调整还是健康的。所以当前出现的黄 K， 看一下能不能够不跌破黄 K， 不跌破黄 K 呢，这个台积电依旧还是能够看涨。前期这一根上窗 K 线加三阳小顶，它是不是被突破了？突破之后，我们认为它不是高点变盘，而是上涨延续。所以台积电目前呢，短线可以看涨，但是是否波段能看涨呢？我们需要继续去关注。看到周一的预测低点是226.3，高点是231.15，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对于6月2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美股目前可以开始止盈左侧的获利兑现，原因在于目前可能3.5的猜测可能将会成真，所以在下周我们需要打消这个疑虑，将3.5的可能性排除。如果下周如期回落，那么可能真的还处于3.5当中，那么操作就要略微小心，因为后续还有适量调整还没有出现。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